好吃不過家常菜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阿鵬。呢排嘅天氣好熱啊，點可以冇湯啫？今天阿鵬呀就用冬瓜給大家分享一個消暑解渴又特別好喝的冬瓜湯。首先，我們準備2塊錢的冬瓜，還有4塊多的瘦肉。我今天用的是豬里脊，這個部位呀比較嫩一點，沒什麼筋肉。接下來呀，我們將冬瓜進行處理一下。我們先把冬瓜的外皮給它消除乾淨。其實這個冬瓜皮呀，如果能接受的，不去掉也是可以的。因為出邊嘅冬瓜皮要比冬瓜肉具有更好嘅清熱解毒嘅作用。就好比我們的老火湯、冬瓜薏米煲龍骨也都是不去皮的。但是今天做的是比較快的生滾湯，所以這個冬瓜皮給它去掉就好了。我們將冬瓜全部的削皮過後，接着再把它從中間給它對半切開，1分2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個小勺子，把冬瓜最裡面的瓜瓤給它挖出來，去掉不要。緊接着，我們再將冬瓜給它再一次的對半切開，最後再將冬瓜給它改刀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哦，大概4平中這樣子的厚度就可以了。但是呀，我們在分切的時候需要注意，要盡量的把冬瓜給它切得均勻厚薄一點。這樣子的話，才能保證在後續的烹飪中，每一片冬瓜都能夠同一時間裏均勻的成熟、軟爛和入味。我們將冬瓜全部切成薄片以後，接着先用盤子先給它裝起來，備用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老薑1小塊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緊接着再把它切成薑絲。這個薑絲不需要太多的，少許就好了。薑絲切好以後，先給它單獨的裝起來備用。下一步，再準備1小塊的老薑，把它改刀切成薑末，切好以後先裝起來。緊接着再準備小蔥少許，把它改刀切成長段，切好以後和薑末裝在一起，再往裡面添加適量的清水進來。然後再下手給它稍微的用力搓拌一下，把裡面的薑蔥的味道給它搓出來。將它搓一小會後，接着先把它放開一旁備用。最後再另外的再準備少許的小蔥，我們將其改刀切成蔥花。全部改刀切好以後，接着給它單獨的裝起來備用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1塊新鮮的豬里脊，這個部位基本沒有什麼筋的，吃起來也是非常嫩的一個部位。我們將它清洗乾淨以後，接着再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我們將其全部改刀切好以後，接着給它裝在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碗裡面。下一步進行簡單的醃製一下。先往裡面添加少許的蔥薑水，再添加一點點的食鹽，還有少許的雞精提鮮，再下手將它搓拌一下，將其搓拌均勻。我們將它持續的多搓拌1小會，把肉片給它搓拌至微微的發黏起膠。將調料充分的搓拌均勻之後，緊接着我們再往裡面添加適量的紅薯澱粉。我們在醃製的時候添加少許的澱粉，可以讓肉片吃起來會更加滑嫩的。在這裡水澱粉的量可以稍微的多放一點點，在這裡是沒有關係的。然後再繼續的下手將它搓拌均勻，讓裡面的每一片肉片都能夠均勻的裹上一層厚厚的澱粉。搓拌均勻之後，先將其放開一旁備用。下一步，鍋中添加少許的油，再下切好的薑絲，進行小火慢慢的翻炒，先把薑絲爆出香味。冬瓜湯是寒性的，添加少許的薑可以中和它的寒性。把薑爆香以後，再將冬瓜片放進來，然後再開中火，把冬瓜給它煸炒1小會，把冬瓜炒香，炒出香味。把冬瓜先炒香，那麼待會做出來的湯喝起來會更加香，更加好喝的。把冬瓜炒香以後，接着再往裡面添加適量的開水。如果家裡面有條件的，再往裡面添加少許的乾蝦皮。接着開始調味，往裡面添加適量食鹽，再添加一點點的雞精，不愛雞精的可以不放。最後再添加一點點的胡椒粉就好了。調味以後，我們開中火，將它煮幾分鐘，
大概煮个3分钟左右，把冬瓜给它煮至软烂成熟，并且让冬瓜还有虾皮的鲜味能够很好的释放到汤水里面。大概3分钟以后，把冬瓜给它煮至微微的半透明成熟了，接着呀，再把腌制好的瘦肉片给它分散的放进汤水里面，尽量的不要粘连在一起，把它分散的放进去，可以让它更好的方便成熟。我们将瘦肉片全部下锅以后，不要着急的去动它，不然会造成肉片的脱粉。让它静静的煮一小会，等到表面的淀粉开始成熟凝固了，这时候再轻轻的搅动，就不会脱粉了。通过搅动，让锅中的肉片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。这个瘦肉片是非常的容易成熟的，所以不用煮太久，全程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将肉片煮熟以后，接着呀，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就好了。就这样子，一道简单又好喝、消暑又解渴的冬瓜肉片汤，我们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。最后，我们将其关火，再出锅倒进汤盘里面。接着呀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这样子做出来的冬瓜肉片汤，汤鲜味美，简单清淡又营养，而且在夏天里消暑又解渴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那么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不妨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